大家好，我是毛毛。今天我们来做火了一段时间的蒜蓉奶酪包。我想称它是世界上最香的面包之一，因为它涂满了蒜香酱的面包外皮，经过了2次的烘烤，焦焦脆脆。里面呢，软软的奶酪配上特别香的蒜蓉欧芹酱，尤其是当你打开烤箱门的那一刻，真的是让你无法拒绝。为了增加面包的风味，我在里面加入了法国老面。制作法国老面原料特别简单，只需要面粉、盐、酵母跟水就可以了。只要把这4样东西给它揉成一个面团，揉到大概有7到8成筋，有一个厚的薄膜的状态，室温发酵1个小时左右，然后在冰箱冷藏12个小时就可以开始食用了。以法式面团为基础的法国老面呢，几乎可以加入到任何的面包面团当中，你在这里也可以省略它不用，但是呢，加入这个法国老面可以增加面包的风味，增强面团的延展性，也可以促使你新的煮面团的发酵，缩短你的制作时间，让你出来的面包呢带有一种独特的香气。法国老面的添加量一般是煮面团的20%到30%左右，所以说这里的分量比较少，就直接用手揉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做的量比较大的话，就可以用厨师机揉面。手揉面团的时候，可以把面团大致和均匀，看不到干粉，然后盖上保鲜膜，在室温中静止10分钟左右，让面粉跟水自己产生水合作用，生成一点点的面筋，然后放到案板上，可以采用往前推拉这种搓抹布的方式，或者摔打的方式，帮助面筋的形成。手揉面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，就是你的水温。如果你的手温特别高的话，一定要用稍微冷一点的水，这样的话老面出来的面温才不会太高。如果面温过高的话，会影响老面的发酵，使它发黏，面筋的形成也会被阻碍掉。老面过后会放在煮面团里面一起搅打，所以说我们只要把它揉到7、8成筋，大概是厚的薄膜，但是已经有很强的筋性。面温呢也要测一下，千万不能太高，24到26度最佳。我们盖上保鲜膜，在室温中发酵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，让体积到2倍大，然后放到冰箱冷藏12个小时。第二天从冰箱取出来，扒开面团，老面发酵成熟了，它会有这种特有的丝丝缕缕的内部充满气孔的组织。发酵好的老面尽量在2到3天内用完，如果你闻的时候发现有特别强的酸味的话，就不要用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操作煮面团啦。我们往打面缸里面加入高筋面粉、酵母，稍微搅拌均匀，加入刚才提前做好的老面，加入蜂蜜，蜂蜜可以起到保湿的作用。加入一些冷藏过的水，水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好，不要让它温度过高。我们最后可以稍微预留一点水，如果你对自己的面粉不是很熟悉它的吸水性的话。我们首先开低速，把所有的材料给它搅拌均匀，成一个面团。面团看着稍许光滑的时候，我们用手感受一下它的干湿程度。如果这时候特别摘手了，那就不要继续加水了。只要不是说粘得特别厉害，可以把配方中的水都加完，因为毕竟比较软的面团烤出来的面包也会更好吃。我们开始提高速度，大概中低速开始打面。厨师机打面的时间没有一个定量，因为它的功率决定了你所需花的时间。我们只要打到取一块面团下来，用手扯开，大概是7、8成筋，然后呢洞口会成锯齿状，非常有弹性，就可以往里面加入黄油了。我这里用的是后盐法，盐呢也可以在前面加，在后面加，影响不大。然后呢，加入一定要软化好的黄油，黄油切记一定要软化。加入黄油之后，一定要用低速开始搅打。这里给大家来一个小技巧，你会发现黄油刚加入的时候很难裹到这个面包里面去，所以你可以用把剪刀把这个面团剪成小块，然后呢把黄油给它包裹在里面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黄油跟面团的融合。
当盆壁的黄油都开不见了，都被面团吸收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提高速度开始打面。这款面团大概需要9成斤左右就可以了，我们不是做吐司，所以不需要10成斤，大概这样拉一个薄膜，周围稍微光滑就可以了。但是记得面团一定是非常有弹性的，你用双手给它拉扯的时候，你能感受到它的筋性，如果你一拉就是软塌塌的，那你面团就打过了。我们把它取出来，稍微用手团成一个圆形，放在盆里，直接在室温盖上保鲜膜发酵。发酵大概1个小时左右，面团到2倍大，用手戳动不回缩。发酵好的面团总是会给你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，软软的。我们把它稍许按扁，开始分割。分割成6份，每一个大概150克的剂子。分割面团的时候，一定要用刮白切成大块，不要切成小碎块。取一个分割好的剂子，稍稍按扁排气，用手提起一端给它盖过去，然后收起来，向内一折，把它团成一个圆形。因我一会儿烤的面包就是圆形的，所以这里不用松弛，直接进行2发。2发的时候可以在底部放一盘热水，增加一点湿度。发刀用手指轻轻触摸面团的周围，它会稍稍的回弹，但是不会说陷下去。如果完全陷下去没有回弹的话，那就说明它发过了。我们放在烤箱里面开始烘烤，烤到表面金黄就可以出炉啦。这个面包其实现在已经很好吃了，但是呢，做这个蒜蓉奶酪包，我们先要做里面的奶酪酱。我们取奶油奶酪，给它室温软化之后，加入砂糖，开始把它搅打顺滑。然后分子往里面加入淡奶油，搅打均匀。把奶油、奶酪跟奶油只要打到细腻顺滑，就可以把它放在标花袋里面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做这款面包的精华，就这个蒜蓉酱。我这里用的是 parsley 欧芹，你也可以用 basil 或者是中国人吃的香菜都可以。为了让欧芹的味道散发出来更好，我会放在这个石磨里面，给它这样煮一下，让它里面的汁水更好的渗透出来。这样的做法也很简单，我们先把黄油融化成液体，看不到固体即可，然后就把所有的原料给它挨个加进去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大蒜的分量我在配方中加了挺多的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对蒜蓉的喜好程度进行增减。然后往里面加入淡奶油，和刚才处理好的欧芹碎，欧芹碎也要多加一点，这样的话它跟蒜蓉结合在一起，出来那种味道才特别香。然后加入蛋清，我这里建议不要用全蛋，因为用全蛋的话，出来那个面包上色会太重。我用全蛋跟蛋清都做过，我发现用蛋清做的比较好吃，然后外表也比较好看。最后成这样不是特别稠也不是特别细的酱就可以了。取一个刚才烤好的已经冷却好的面包，切3刀成6片，记得底部不要把它切断，要粘在一起。每条缝里面挤上刚才的奶油奶酪酱，然后在面包的外侧跟内部都抹上刚才做好的蒜蓉酱。
如果你不怕热量过高的话，你可以把面包的表面里面都满满的涂上这个蒜蓉酱，因为它烤完了真的是特别好吃。但是如果你想减肥什么的，你就可以薄薄的涂上一层。我们放入烤箱，继续烘烤10分钟左右。经过2次烘烤的面包外皮变得焦焦脆脆，里面软软的奶酪配上了蒜蓉欧芹的香味，真的是让你无法拒绝。尤其是打开烤箱门的那一刻，真的是特别香。这款面包一定要趁热吃，如果你冷了之后，可以用烤箱稍稍回温。吃的话一定要趁热吃，趁热吃的话口感最好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蒜蓉奶酪包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，记得在底下留言。趁着周末做上这个奶酪包，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吧。当你打开烤箱门，那迎面扑来的香味，一定会让你觉得生活特别幸福。那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哦，拜拜。